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你们还记得吗？之前呢，我特地飞到泰国去拍比亚迪的 Atto 3给你们看，但是那一次是一个静态的 review 就是 review 了那一辆车的外观，还有那一辆车的 interior。今天在 Malaysia， 我要来试驾这一辆比亚迪的 Atto 3了，没有错，就是我身后这辆红色的，有一点点像 Mazda 的混动红啊。然后等下我们就会4个人上车，开这台车上路实际试驾体验 Atto 3在马来西亚这种比较不美的道路上面驾起来感觉是什么样的 feeling。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B Drive Auto 把这一辆比亚迪 Atto 3借给我们，让我们开上路做试驾。那在影片开始前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赶快跟它订阅起来，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任何一部非常精彩、非常好看的影片了啦。OK， 看这个外观啊，其实跟我在泰国看的那一台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在外观方面，我找不到任何差别啊。然后这一辆呢，不是 CKD 啊，目前是 CBU 整装进口的一辆车，所以我相信跟泰国那个版本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不管是 interior 的颜色、interior 的一些质感上的造工，还有外观上面，几乎是没有差异的。那今天呢，还有其他特别来宾，我们等下上车一一介绍。现在废话不多说，就来试驾这辆比亚迪 Atto 3。Let's go。OK， 经过我们去了泰国，看了静态的这一辆比亚迪 Atto 3呢，现在终于要来试驾了。在试驾之前呢，当然是要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是 Prince， 大家好。然后他是有在卖这些新车啊，我都会把他的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联络他啦。然后当然后座又有2位特别来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 Ryan。Hello， 大家好，我是 Mr. Low。你好我今天来凑一个热闹这样子啊，来坐一下这辆车。我坐这的不是辆车，是一个未来。然后这一台车呢，刚刚我们在 reverse 的时候就有注意到，它是一个全景环绕影像，是一个360。刚刚我跟 Ryan 研究了一下，它好像是行车记录器来的。也是有可以直接 record 的内置的行车记录器，但是我相信目前啊，马来西亚卖这的那么多款车里面是没有像这样 high end 的行车记录器啊，有也是那种 Pro 的那个行车记录器啊，连 WiFi 都没有的。那如果你们想要安装行车记录器，当然我首选推荐的品牌就是70迈的行车记录器，好像我自己的 BRZ 啊也是安装了70迈的 A800S， 是一个前后双镜头哦。那如果你们想要安装70迈的行车记录器呢，很多人就会问我买了我要去哪里装，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区那边找到他们的实体店面的地址，大家都可以过去那边逛逛一下。你们到那边去的话，实体店也有贩售70迈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当然，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置顶留言区那边呢，也可以找到70迈的官方网店。打上我的这个 promo code， 马上就可以获得价值18块钱的现金回扣。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你们喜欢的70迈产品的价钱了啦。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问我那个比亚迪的 Atto 3是多少 CC 啊？它就是0cc 咯，它没有引擎，它没有排放，它是用摩托来驱动这辆车的，好像你的电话这样啊，充满了，然后让那个电池供应电力给你的马达来驱动你的车。这样很多人啊，他们就会有一个观念，因为马来西亚车油很便宜，油站又很多，那个油站是多到好像 7-Eleven 这样，巷头巷尾各一间的，有时还是整排一起去，不同牌子。这样为什么要买电车呢？因为未来的科技也是很环保。所谓的环保啊，不单只是我们把那个油烧掉那个油的环保不了。再来一点就是我们的车不用换黑油了，没有牙箱就不用换牙油嘛。对，你看那些油啊是要提炼的，在提炼的过程中，可能就会燃烧很多一些diesel，或者用很大的一些电量，工厂一个很大的地，很多人力，很多一些
能量的消耗才会有那个油。那现在这辆车不用了，也是环保的一部分啦。所以很多人会在想，我只是省了那个油，这样子有环保咩？但他们忽略了还有更多、更加深入的东西也是在消耗的。所以少了那些消耗，就增加了对地球的这个保护尽一份力啊。然后电车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试过 Tesla， 我试过 Oracle Cat， 我觉得电车在驾起来的时候那个 feeling 是汽油车给不到的。好像我们汽油车的 throttle 油门我们踩下去，你的车要有那个 signal 给你的行车电脑这个时候要开油了，要给油，那个引擎要工作要爆炸，然后那个力才来嘛。对，这个的话就你一踩了，它直接马上给你力。对，有点像那种用电池的电钻，按一点点就一点点，你按多就很多，就是那个感觉一模一样，就是 motor 用电机来驱动这台车，感觉就跟汽油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feeling。那最近我也是一直有在试驾这种全电车啦，当然包括了 Volvo 的 XC40 Recharge、Tesla Model 3、Oracle Cat， 还有这一台比亚迪的 Atto 3。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 smooth。很多汽油车会不 smooth 是被什么东西影响，被什么东西干扰，就是压箱。压箱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搞屎棍来的。你看 CVT， 如果 CVT 不是很好的话，就会顿挫啦 ，rubber band effect 啦，这些都是大家不喜欢的东西。我们不要讲 CVT， 我们讲 auto transmission 或者 DCT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如果是 auto transmission， 很多人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技术老旧的东西，维修成本比较高的东西。DCT 它是一个维修成本更高的东西，而且很多人听到 DCT 就会怕啦。当然，消费者也不希望自己的车会一直有问题啊。买全电车呢，完全就是没有压箱，没有这个烦恼。很多人每次在我的影片下方 comment 写多个香炉多只鬼这个就真的是没有那个香炉所以我觉得全电车真的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如果你问我会不会买全电车我觉得在我能力范围内，如果有机会可以拥有全电车的话 ，maybe 我的下一辆车就是全电车了。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比亚迪 Atto 3的驾驶体验。我很喜欢它的油门反应，我觉得驾起来整个车就是很有力。虽然它是一个长得好像 SUV 这样子的 pattern， 但是它的那个动力来肯定是比我的 BRZ 有力啦。那个 throttle 的 response 也是比我的 BRZ 来的快啦。然后整个乘坐体验，它的整辆车的 suspension 的调教，我觉得如果你遮住这个 logo 啦，我不懂是 Atto 3啦，我不懂是比亚迪，我不懂是中国车啦，我可能会觉得它是一辆德国车。它舒服中又带有一些 solid， 不会太硬，也不会软到好像驾船这样子。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一辆车它的底部全部都是电池，所以这辆车其实它也是算是一个算低重型的车，重量都在底部，然后那个电池是有厚度的嘛，然后它又在整辆车的底部所以我们几乎是 feel 不到任何底部的杂声。所以是不是这样讲下来，电车的优点就真的非常多嘛？而且那个电池它又不是故意要做来隔音的，它就刚好那个厚度刚好它的那个面积是可以拿来隔音，就非常的 good job 啦。至于风噪方面呢，是有那么一点点，这边对。这个是一点点但是是比 X50 好啦。X50 你加80、100就来了，这个不知不觉油门这样一点点就超速了。我们再快一点 ，Full throttle。后面什么样的感觉来分享一下 ？OK， 后尾我刚刚这样子踏油门让我看是大概是在120左右踏，我还是感觉到贴背感。即使是在120的情况下，Full throttle是还是有贴背感。对，可是我也是蛮惊讶，就是你在跑100多的时候踩油我也是感觉到那个贴背感。然后那个 rebound 方面，我觉得压制的蛮好因为这个巴西布朗highway的那个路况不是很好它把那个上下的弹跳压制的很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后尾的空间非常的棒。你们前面应该是有很多余的空间哇，我觉得前面 very good。我的这个椅垫长度是我非常在意的，因为我之前就买了一辆椅垫长度很短的买鱼3代半，2个月就给我卖掉了那辆车鸡蛋糕。如果你们没有看过那一个系列的话，赶快点击这边去看一下。原因就是它真的非常不好坐，长途驾驶非常辛苦。但是这辆车呢，我乘坐起来，它的这个腰部的支撑，左右两边还有我的大腿支撑都是非常 good job 的，是舒服舒适的。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是它的内装颜色可以选配的话会更好。但是它的白色部分在我们马来西亚这种炎热的太阳天，好像现在是中午时间它并不会反光。真的要嫌弃的话，就是前方的这个米德是有点小个了。阿豪，你有注意到这个东西吗？它的那个大 iPad 没有反光。是讲到这个，我就要讲一下我上一台试驾的那一辆全电车无敌反光。我相信现在
在在看住影片的人啊，他们的手指已经 ready 了，要打字了。电车在 highway 不够电怎么办？马来西亚充电桩那么少，其实我个人对电车的一个理解就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主力车啦。如果你每天要来回 KL 啊，这样买汽油车，在目前的阶段来讲还是比较适合。但是如果你家是有几台车，或者你现在用车的里程不是很高，可能你每天使用的那个里程数就是那100多、200、300公里，每天300公里已经很夸张了吧？还是很适合用电车，它就是一个新常态，就好像我们现在 smartphone 每天都要 charge 一样。你回家充电器跟它插下去，你去吃晚餐啦，你去看电视啦，你去睡一个觉，隔天你的车就满血了，真的是超爽的，就好像你的车绑一个晚上，隔天就打满油的感觉嘞。对，我相信这一个东西，只要大家习惯了过后，就回不去了，就绝对不会想要再去打油了。然后刚刚讲到塞车会不会很耗电，这个东西也是有待考究，因为当我们开电车，我们开慢是省电的，对，我们停住的时候是省电的，即使有开 aircon。但是汽油车不一样啊，汽油车你在停住等人，或者你在停住玩手机，那个时候是很耗油的。塞车的时候也是很耗油的，所以它是一个相反的东西。遇到塞车怎么办呢？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你的车没有在走，你的电机没有在运作，你的电池就不需要供电这样多过去，那你的车其实是会更加省电。OK， 今天的这个比亚迪 Atto 3的驾驶体验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后面还有2位 YouTube channel 也要赶快跟它度下去，小铃铛要打开啦，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更新影片你们会 miss 掉。好像我的车换颜色了，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